夜深人静时，窗外的城市灯火闪烁，仿佛在低语着无数人的故事。人生的旅途，有时候让人遍体鳞伤，让我们忘记了如何去感激，如何去享受那些微不足道却真实存在的小幸福。当心灵被生活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时，也许我们该试着放慢脚步，静静地感受当下。宇宙的运行有着自己的节奏，不疾不徐，却总能在适当的时机带来启示。我们常常急于寻找答案，想要掌控一切，却忽略了答案本就在身边，只是我们太过焦虑，无法听见它的声音。或许那杯刚泡好的热茶正散发着让人安心的温暖，或许那片辽阔的山景正无声地诉说着希望的故事。真正的解答往往藏在最简单的日常细节之中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专注于某种能量时，宇宙便会回应我们的频率。当我们沉溺于焦虑与匮乏，生命中的一切便会以相同的方式回应我们。但当我们选择用感恩与自在去拥抱每一天，生活便会在无形中带来更多美好与富足。我们不必急于找出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，也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改变现状。真正的转变往往在最不经意间发生。试着放下一些执着，让心灵回到当下。当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轻轻落在桌上，请停下脚步，感受那份温暖。当风吹过树梢，叶片发出沙沙声时，请用心聆听这来自自然的乐章。我们不需要为了追求答案而奔波不已，因为宇宙早已准备好一切，只等我们以适当的状态去迎接它。有时候，我们会陷入一种错觉，认为幸福来自于实现目标，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或社会认可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我们的心境。当我们学会珍惜当下的每个瞬间，学会在平凡的小事中找到快乐，便会发现，生命其实一直都在微笑着回应我们。每个人的人生旅途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有人正在为未来努力奋斗，有人则在回顾过去的点滴。无论我们处于哪个阶段，请记住，我们并不孤单。宇宙一直在倾听，一直在引导。当我们学会信任它，顺应它，自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所以，今天就从一个简单的行动开始吧。也许是一杯热茶，一场静静的散步，或是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。让我们选择活在当下，选择用感恩的心去迎接生活的一切。因为当我们真正专注于此时此刻，宇宙便会以最温柔的方式为我们揭示生命的美好与无限可能。人生不必匆忙，答案自会来临。我们的脑袋知道许多道理，明白应当以善言待人，以正念处事，理解敞开心扉，学会放下，顺应生命流转的智慧。然而，即便我们知晓这些原则，内心却未必已然准备好接受与实践。于是，即便付出努力，反复练习，仍感觉有所欠缺，仿佛遗失了某种关键拼图，难以真正达成内外合一的平衡。更甚者，我们会开始自责，批判自己无法敞开心扉，质疑自身不够顺应宇宙之流，从而陷入无尽的挣扎。然而，宇宙的运行自有其节奏，生命中的每一阶段都需要时间来发酵与沉淀。我们无法勉强自己跳过某些历程，直抵终点，即便我们渴望快速突破，内心仍需经历蜕变与转化的过程。正如河水顺流而行，终将汇入大海，但它不会强求自己立刻到达终点，而是静静地流淌，经过蜿蜒的河道，越过实力与急流，最终水到渠成。在这条内在成长的道路上，我们需要学会臣服，这不意味着放弃或妥协，而是一种对自身状态的体贴与接纳。臣服于此刻的自己，
接纳当下仍未准备好放下的心，理解那份无法顺流的情绪也是生命的一部分。这种接纳并非停滞不前，而是允许自己在适当的时刻，真正准备好时，再次敞开心扉，迎接崭新的开始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宇宙会回应我们内在的频率。当我们带着压力与焦虑强迫自己改变，内心的振动频率将与顺流的能量不相匹配，导致我们越是努力，越难达成想要的结果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真正的转变来自内在的准备，而非外在的强求。想象自己站在一片静谧的湖畔，水面倒映着天空的广阔。如果你用力拨动水面，反而会激起涟漪，使倒影变得扭曲。但当你静静地站立，让心回归宁静，湖面将自然恢复清澈，完整地映照出天际的光彩。这便是顺流的智慧。当我们不再强求结果，而是允许自己处于当下的状态，转变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学会温柔对待自己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对自己过于苛刻，认为应该更快成长，应该更加开放，应该无所畏惧。然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心灵的成长无法用同一把尺衡量。或许我们正处于疗愈的阶段，或许我们需要更多时间让旧伤结痂，或许我们还未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。这些状态都是被允许的，都是宇宙流动的一部分。顺流并非消极等待，而是学会辨识自己的步调，尊重当下的状态。当我们准备好时，风将自然而然地吹起，引领我们前行。而在这之前，我们需要做的，不是责备自己的迟疑，而是给予自己足够的耐心与温柔，让心灵在适合的时机展开翅膀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变数，每一天的我们都在经历新的体验与学习。有时候，我们会在某个瞬间感受到突破的可能性，但也许下一秒又陷入迷惘与不安。这些波动并非我们不够好，而是生命成长的自然节奏。就像四季更迭，每一个季节都有其存在的意义。春天播种，夏天生长，秋天收获，冬天休养。假如我们强求冬天立刻变成春天，那么大地将无法获得足够的休息，来年也将无法孕育出茁壮的生命。我们的心灵亦然，当我们给予自己足够的时间与空间，内在的转变将会在最适合的时机展现。或许此刻的我们正处于内心的冬天，需要休息，需要沉淀，才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迎来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。当我们不再与自己对抗，而是学会顺应内在的流动，宇宙的能量将自然引领我们走向最适合的方向。愿我们都能更体贴自己，接纳不同的生命状态，并相信宇宙的安排自有其完美时机。在每个当下，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，在每个阶段，都是生命流转的一部分。而当我们真正准备好时，一切都将水到渠成，迎来顺流的奇迹。当我们谈论顺流，总是觉得它是一种轻盈流畅的状态，就像溪流沿着地形自然的前行，不费力，不抗拒。然而，真正的挑战在于，当现实与期望不符时，如何才能坦然接受？当心情跌入低谷时，如何才能包容自己？尤其是当我们深陷负面情绪时，要做到完全接纳自己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某天，当我再次感受到那股熟悉的低潮时，我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面对。我试着感谢我的负面情绪。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矛盾，毕竟负面情绪往往让人感到痛苦、不安，甚至让我们怀疑自己的价值。但我发现，当我们用负面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情绪时，它们就像一堵无法跨越的高墙，
将我们困在自我批判与挣扎之中。然而，当我试着以感恩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情绪，一切似乎开始松动。我开始写下：谢谢这份焦虑，它让我看见我真正关心的事情。谢谢这份无力感，它提醒我该休息了。谢谢这份愤怒，它在告诉我界限在哪里。一字一句地写着，原本让人喘不过气的情绪，竟然逐渐变得柔和。我开始意识到，这些不讨喜的情绪并非是来折磨我的敌人，而是另一个爱我的自己。如果我们相信宇宙是一股充满智慧与爱的能量场，那么这些情绪或许正是宇宙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，有些课题需要面对，有些信念需要调整，有些执着需要放下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关注的事物会不断吸引相似的能量。因此，当我们抗拒自己的情绪，等于是在强化它们的影响力。但当我们选择理解、接纳，甚至感谢它们时，我们就能让这股能量转化，找到与之共处的方式。曾经，我以为顺流的关键是排除所有的负面状态，让自己始终保持在正向的频率上。但现在，我才明白，真正的顺流不是拒绝负面情绪，而是拥抱它们。就像大海里的潮汐，有高潮也有低潮，缺少任何一种，都无法构成完整的流动。我们不需要逼迫自己时时刻刻都充满正能量，而是要学习如何在不同的情绪中找到平衡，允许自己在偶尔的低潮中休息、反思、学习，然后带着更清晰的方向继续前行。当我看见这些情绪背后所隐藏的爱时，接纳自己不再是一种需要刻意练习的课题，而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。因为爱另一个爱我的自己，本来就是最自然的事情。在这个旅程中，我们可以试着问问自己，如果宇宙总是为我们安排最适合的体验，那么这一刻的感受是否也有它的意义？当我们愿意以开放的心去面对自己的情绪，当我们能够以感恩的角度去拥抱内在的每一个部分，我们将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痛苦的情绪，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成长的养分，带领我们前往更轻盈自由的境地。此刻，外在的世界仿佛波涛汹涌，变动不安的能量在四周环绕。你是否曾感觉到，那些来自外界的不确定性正在影响你的内心？或许，你正试图与环境抗衡，试图抓住某种稳定感，却发现越是努力，内心越是动荡。然而，宇宙的法则并不建立在抗衡之上，而是在于顺流。当我们放下与自然对抗的心，选择与能量流动同步，便能找到真正的稳定。你唯一能够掌控的是自己的内在世界。宇宙的运行自有其道，吸引力法则亦然。当你专注于混乱、害怕、担忧，这些能量将在你的生活中扩展。但若你选择稳定自身，专注于内心的平静，那么你的世界便会随之转变。这并非逃避现实，而是透过自身的频率，决定你所能感知的现实样貌。试着想象一条河流，当水流湍急时，逆流而上只会耗尽力量。但若你顺流而行，掌握水势，便能轻盈前行。人生亦是如此，我们无法改变外界的风暴，却可以选择调整自己的内在频率，学习如何顺势而为。当你感受到焦虑或恐惧，不妨试着停下脚步，深吸一口气，感受自身的存在。你可以将注意力带回当下，专注于此时此刻，专注于自己能够做到的事。因为只有在当下，你才能真正施展你的力量。许多人在面对动荡时，会试图寻找外在的解答，或寄望于某个特定的结果。但宇宙的智慧往往超越我们的理解。
当我们放下执着，允许能量自然流动，机会与指引便会在最适当的时机出现。宇宙不会让任何事物毫无意义的发生，每一场经历都是为了带领我们走向更高的觉知。而当世界处于变动时，我们更需要将爱与祝福传递出去。当我们选择稳定自己，便能够成为光的管道，将正向的能量传递给这片土地，传递给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人们。只要你愿意，哪怕只是短短几秒钟，向这个世界传递善意与和平，这股能量都将在宇宙中回响，影响比你想象的更深远。请允许自己放下与环境抗衡的心，允许自己顺应不同的能量流域，并在每个当下尽自己所能的去活出最好的状态。当你选择稳定自己的内在，你便会发现，即便外在世界仍然动荡，你的内心却能如海底深处般宁静、坚定不移。愿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灵魂，都能在此刻透过内在的安定，传递祝福与疗愈的能量。愿这片土地，愿这个世界，都能因为我们的意念而迎来更多的光与爱。愿平安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